今天要来介绍迪奥的粉底及眼影盘。首先介绍超完美持久柔雾粉底液，售价为新台币2400元，约美金80元，一共有3 ml， 标榜24小时超直妆，不沾染，并且有花萃保养成分，经过耐高温防水抗旱测试，不畏湿热天气，可以打造自然柔雾妆感。防晒系数有 SPF20、PA 3个加，产地为法国。盒子的外观是迪奥一贯的深蓝色外盒，侧边跟上盖都有迪奥的压印。我买的色号是2N 中间色。眼影的部分为线上独卖，绯红秋色限量版659晨光金穗。英文的色号名是 Mirror Mirror， 我觉得台湾官方取名取得蛮好的，确实是像秋天丰收稻米黄橙橙的配色。眼影售价为新台币2700元，约美金90元。个人觉得台湾的定价，无论是粉底或是眼影都定得太贵了，本人大约以上述6折的价格购入。如果没有立即的需求，可以至国外的网站订购，相对便宜很多。我的猫觉得拍产品照很无聊，在旁边打哈欠了。超完美持久柔雾粉底液，这个是2022年新推出的改版。旧版 Forever 的字体是直书在侧面，新版的 Forever 字体是横书在中间。前一版各大美妆使用者的心得，大部分的人是觉得旧款暗沉很严重，现在改版后来看暗沉会不会有所改善哦。瓶身是厚玻璃制作，上盖内侧也有 CD 的字样。迪奥 Forever 粉底系列一共有2款，一个是柔光，一个是柔雾。柔光的部分会在前面加一个 Skin Girl 的字样，压头是银色的，涂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种黏黏的感觉，不是干爽的粉体。我当初在选择时对柔光款蛮心动的，但后来有查到一位 YouTuber 叫大超飞一会儿，针对配方内容去做分析，该影片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以供参考。他说以配方去分析该2款，其实 95% 的成分设计是给偏油肌肤、具成膜性的持妆粉底，只有剩下 5% 的配方才能区分出这2款的差异。我手上画的是爱杜莎眼线胶笔02色号，粉底质地蛮好推开的，延展力也不错，遮瑕力大约是中上程度。柔雾款将这 5% 投入在柔焦吸油的粉体，柔光款则是将 5% 投入在保湿及光泽的保湿剂上，但基于配方主体都设计趋向具成膜性的持妆底妆，所以柔光款再怎么加保湿，也不足以改变原本 95% 的持妆基因。因此我是看了影片配方分析后决定购买柔雾款粉底的。我觉得他的分析都讲得蛮好的，而且他大部分的影片是就底妆产品的成分去琢磨，比较有客观的依据，大家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连结。迪奥蛮爱出限量眼影的，虽然说是限量，但通常一直有在卖就是了。659这一盘一共有5个颜色，一开始最吸引我的是左下角卡其绿这个颜色，如果排除掉这个颜色的话，其他4个颜色其实感觉蛮平凡的。因为加了这个卡其绿，所以才觉得说想要买它。刷具刷毛的部分品质还不错，缺点可能就是手柄的部分有点太短，但这是眼影盘就这么大嘛，总是有舍有得吧。我们来试色吧，除了右下角的深咖啡色是雾面之外，其他都是珠光，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像缎光，而是偏真珠光感的。它的珠光颜色底都很透，有点像是日本的眼影盘，珠光的排列没有很紧密到可以把它称之为缎光，所以我还是称它为偏真珠光感质地的眼影盘。因为迪奥没有给个别颜色取名哦，所以请看一下试色的顺序。结果试色后最让我惊叹的其实不是左下角的卡其绿，而是正中间的那一颗古铜色，质地非常的滑顺。
至于右下角的雾面深咖啡色，就是延展性稍微有点不太高，这样顶多就只能当眼尾的重点色，然后希望晕染时不要太过卡色就可以了。左下角的卡其绿跟我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比较偏卡其色，它有一个偏卡其黄的底色，上面有军绿色的粉体来组合而成的。如果沾取的粉量比较少的话，只会刷出卡其黄的颜色，而没有带绿色调。至于迪奥镜面字体的压纹，蛮简约时尚的，而且刻纹够深。先讲一下个人的肤质是异位性皮肤炎，脸部的色调属于中间色调，明暗度是介于第二明亮色与健康色中间。最大的问题是动不动会抓皮肤，很少有底妆可以活过我的剑手乱抓。色号是2N， 使用点胭脂的角削美妆蛋，这个是已经沾水膨胀后的大小。美妆蛋的切面面积很大，可以很快速的上妆。我觉得2N的颜色跟我的肤色是非常符合的，可能有一点太符合了，看起来就像是脸的瑕疵去掉的样子而已，就这样，没有任何提亮的感觉。所以如果暗沉很严重的话，就会很惨哦。角削美妆蛋没有办法处理鼻翼边角的细节，所以在需要加强遮瑕的地方，我叠了第2层，使用点胭脂的迷你香芋美妆蛋，很小一个，很可爱。由于粉底的颜色太符合自身的肤色，所以我用 JCat 的遮瑕膏色号 Buff 做遮瑕跟提亮。我是觉得有时间弄机器的妆容的话，再去买迷你香芋美妆蛋就好，不然这个小美妆蛋也没有多省时间就是了，还不如用有边角的气垫粉扑还比较快。粉底的部分遮盖毛孔的能力还不错，鼻翼也不太会卡粉哦。先在手上涂一个圆圈的粉底，2个小时过后，我们来看有没有暗沉。蜜粉则是用新买的 Palmograph 松粉，蜜粉的贴纸是很难撕。我买的色号是 Light Medium 2， 是淡淡的肤色，里面没有附粉扑，粉体算是蛮细的。没想到里面居然是纱网，而且很有弹性。我原本还以为是孔洞型的蜜粉，涂上蜜粉后，我觉得毛孔的遮盖力又更提升了，非常好。买蜜粉的时候可以考虑就是再次回购。接着我们来画眼妆吧。因为眼影盘本身没有雾面的打底色，所以我用左上角的亮橘色沾取的粉体稍微少一点，来当做眼窝的打底色。接着使用右下角的深咖啡色去做眼角重点色，然后使用左下角的卡其绿色铺满眼皮。外围轮廓再次叠上亮橘色，下眼睑的部分使用正中间的古铜色，眼角的部分就用右上的
珠光肤色来打亮眼头，每个颜色都有用到，而且每个颜色之间都融合得很好，色调也很一致的和谐，有一点像是油画一般。这是上好眼线及睫毛膏的样子。这一次的隐形眼镜是 Vivia 的迷雾深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日常或是宴会都可以画的眼妆，非常好看。如果说这盘的颜色是不是可以在开价中找到平价替代版，我相信 Salon 或是 Himi 应该都有出类似的颜色。但是如果你要说5个颜色都可以融合的如此好跟和谐，并且带有珍珠般的光感，那就很少见了。那接下来看看，大概经过2个小时后，粉底是不是有暗沉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暗沉，大概暗个0.5到1阶左右，而且颜色是有点偏灰。上面是2个小时前涂的，下面是新的粉底液。之后来看看脸部会不会持续的暗沉。之前内眼线是使用 Pamagraph 的眼线胶笔，色号是 BK Coffee， 跟外眼线是爱杜莎眼线胶笔，色号04丹铅橘。腮红则是使用 MAC 柔矿迷光腮红 Warm Soul， 可以让肌肤有一点健康的光泽。打亮是用 ABH 的 Ice Out 打亮盘，是一个盘内压纹超级好看的打亮，颜色是金黄色的水光打亮，而且本身是没有底色的，纯粹靠大颗的打亮粉体去创造水波光泽。唇彩的部分，我想要用 Giorgio Armani 奢华丝绒定制纯粹，色号405，是一个鲜艳的橘红色。个人认为 GA 的纯粹调色及选色上真的是1等1哦，但它的持续使用上是有问题的，而且问题很严重。吃饭或喝水后，颜色会从唇部的中央先掉落，形成嘴唇外圈是有颜色的，但是中间是没有颜色的现象，会变得非常的丑。所以我在涂 GA 的纯粹时，会故意涂成咬唇妆，这样颜色掉落后，整个唇色的颜色会比较平均一点，不会有外围颜色深、中间颜色浅的状况发生，或是直接带纯粹出去补妆。这个质地他们一直都没有来改善，这样就是完整的妆容了。粉底的部分选色上可能要稍微亮个半阶，以台湾女生来说，色号可能要买比0.5还要更浅的，健康肤色可以买2号色。那眼影盘的部分，我个人非常的满意，觉得比粉底还要好，是一个值得买的眼影盘，而且是经典的色系。现在大概是持妆8小时左右，中间有吃过1次饭，脸部是完全没有吸油、补妆或是拿卫生纸按压的状况。T 字部位有一点小出油，出油后粉底有更柔和、更奶油肌感，而且鼻翼几乎没有什么结块，令人蛮惊讶的。虽然有出油，但是底妆也没有溶解或是剥落，而且没有继续暗沉下去，所以粉底颜色挑选上大概挑比自己肤色亮0.5至1阶就可以了。但我觉得这是还是需要铺蜜粉的底妆，毕竟刚上妆的时候底妆质地是黏黏的感觉，它不会像雅诗兰黛 Double Wear 那样子，连蜜粉都不用上就可以直接收干了。眼影的持有度不错，只是卡其绿没有那么绿色了，几乎是变成卡其黄色。整体来说，我推荐眼影盘大于粉底液，毕竟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底妆是不会暗沉的，而且不用在那边猜暗沉几阶后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颜色，不是更好吗？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